Good morning, everybody！ 大家好，我是金沙。刚刚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公布了，美联储降息25基点，但是你打开你的股票账户，发现也没有暴涨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今天的财经5分钟，我会用一个简短的视频告诉你，美联储它究竟想干什么。我会根据现有的数据预判市场究竟会怎么走，以及我会展示我20万美金的实盘账户。我的目标就是把这20万美金做到100万美金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我们先来到我的实盘，今天账户净值来到了206456美金，目前日内小赚4420美金。在市场波动最大的时候，我果断减持了固定收益 SGOV 还有 O， 果断的加仓了 MP、BMNR。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这几个加仓的点位，有没有觉得我这个手法异常的丝滑？基本上都是最低点买的，甚至在波动的底点买入了甲骨文。之后我会单独出一期甲骨文，麻烦大家帮我先点一个关注。在我的核心持仓中，就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 MP 跟这个以太财富股 BMNR， 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 AI 新贵 CRWB， 它表现的也非常给力。这3只股票的涨幅撑起了我今天的日内浮盈。我这个账户的第一笔交易是从8月22号开始，目前为止我的20万美金实盘已经迎来了它的第1个月，回报大约是3.3%左右。如果维持这个回报的话，应该要大约4.16年才能做到100万美金。说实话，我个人不是很满意这个速度，所以今天我也郑重宣布，也是立一个 flag， 下一个月我的目标就是大于这一个月的回报率。但是有一句话我也不得不说，熟悉这个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在今天之前，我的账户一直是半仓左右进行观望。在今天以前，股票占到将近10万美金左右，算股票应该是大约7个点左右，能跑到这个成绩，我个人也是非常满意的。我也想说，其实实盘公开压力也是蛮大的，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观众朋友们的支持，你们的私信以及你们的评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我也希望这个频道能一直做下去，持续的给各位带来价值。那么今天的实盘更新就到这里，大家一定要关注哦。视频正式开始啦！第一部分，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——降息。金沙先用一句话给你概括一下这一次美联储的降息。这一次并不是一次盛大的庆功宴，也不是简单的大放水。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话说，这一次降息，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风险管理型降息，我们叫 risk management cut。这背后的原因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。第一，就是美国的就业信号正在放出黄灯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美国8月份的失业率已经来到了4.3%，新增就业几乎陷入停滞。那么美联储要做的就是为就业端提供可能下行的风险兜底。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讲，就业不行，那么就降息，因为降息可以减少企业的开支，企业就有更多的钱来招人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要看的就是每一次美联储议息都会放出来的点阵图。那么什么是点阵图呢？点阵图就是美联储的每一个委员他想降多少息，以及他想在什么时候降息的投票结果。点阵图显示，今年大概率还有2次降息。记住，这不是一个承诺，这是一个美联储的大致曲线。具体降息还是要取决于经济数据。最后，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个点阵图：降息路径是渐进的，数据是依赖的。第三个，我们来聊一聊美债吧。美联储的声明里面也写着，继续要减少持有的国债还有按揭贷款。这意味着在短期放松的同时，长期也不能躺平，避免通胀死灰复燃。这3点结合起来，以及我们看一看今天股票的走势，你们会发现今天的市场和我上期的判断是一模一样。Exactly as I predicted。 你们可以看一看我说的什么，是不是以为美联储一旦降息，股市一定会全线暴涨？那么我告诉你，不一定。对于华尔街来说，降息这俩字远远没有就业、通胀还有金融条件的平衡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公告之后美股分化，10年期国债利率居然上行，美元也走强了。最后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未来的市场怎么走。那么金沙结合多家投行以及机构，再融入了我自己的思考，我会告诉你未来市场的3大走势，以及对于每一种走势我会怎么应对。第一种走势也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，那就是温和的软着陆牛市。这一种走势也是目前市场共识概率最高的剧本。据多家华尔街的机构预测，
这种剧本达到了50%以上的发生概率。简单来说吧，股市就像一个飞机一样平稳的降落，我们叫它软着陆。我会关注什么数据，从而来定义它是不是软着陆的牛市呢？我来告诉你3个必须要关注的重点数据。第一就是美国的就业指数，非农就业；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通胀指数，我们叫它 CPI。或者 PCE， 还有一个10年的美债收益率。我的策略就是这3个指标都偏向软着陆的话，我会采取进攻策略，比如罗素2000指数，因为他们对国内经济的复苏最敏感。同时，之前被高利率压榨的成长股以及科技股也会成为我新的关注重点。第二种走法就是浅度衰退，这会是一种防守型的预案，虽然概率略微小于软着陆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。我会关注什么数据？第一，同样是失业率，同时我会关注一些大型企业的财报，他们对明年预期的展望。如果这些数据都偏弱，我会立即切换到防御模式，我会将我的股票敞口下调，从而降低整体风险。同时，我会提高债券的配置权重，特别是高信用的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。最后，我可能会买一些保险，比如说远期的 SPY 看跌期权。第3种也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同时也是概率最小的，就是滞胀的抬头，也是3种走法中对于股市最差的一种情况。针对这种走法，华尔街的专业机构给到10%左右的概率。那么我会关注什么呢？同样的，也是 CPI 的数据，还有长期利率，比如说10年的美债长期大于 4.5。我的判定，在滞胀环境下几乎没有任何好的投资标的。我告诉你4个字儿：现金为王，将大部分资产都转于现金或者短债。紧接着，唯一可以的也就是我们的黄金了。黄金在滞胀的时期表现相对稳定，因为它既是抗通胀的工具，也是最有名的避险资产。我也会考虑配置一小部分黄金。我也总结一下这一期的视频，这次降息是一种风险管理型的降息，我们要丈量市场怎么走，就得关注就业、通胀以及长期利率这3把尺。同时，我的账户也会根据 A 软着陆、B 轻衰退、C 滞胀3种剧本来动态调整我的仓位。所有的加减仓我都会公开透明的展示给大家，不管是赢也好，输也罢，实盘绝对公开透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降息周期，你看好哪一个板块呢？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请把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每一个评论我都会看。你们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下一期视频为你而出。最后，金沙也会持续输出优质的财经内容以及财富密码。你们想看实盘的及时更新，一定要关注，还有点赞评论哦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